比特币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会暴力跌破25000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从周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啊，虽然说比特币目前正在下跌，不过呢，它是并没有非常大的空头量能的。那我个人会认为呢，其实我们在空头的过程当中啊，它不一定得出现很巨大的量能。其实我们在空头的下跌过程当中呢，它没有量能，它一样也可以跌。我们可以复盘过去的几轮下跌都是如此啊，或者我们直接讲结论吧，我们不能因为当前在周线上还没有出现爆量的空头量能呢，我们就否定这波空头趋势。但如果我们有巨大的空头量能的话呢，这波空头趋势呢，我们会更好辨别。其实我们啊，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呢会看 OBV， 那 OBV 呢，它是把量能呢，去加总起来哦，上涨之后多头的量能加总起来，然后去减掉下跌的量能。所以如果我们但凡是在健康的上涨当中呢，我们的 OBV 啊，它会随着比特币的价格推升而推升。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段啊，这段上涨 ，OBV 呢，它也是有随着价格推升的。那直到我们后面呢，上涨已经比较不健康了，我们的 OBV 它就再也没有创出新高，或者说没有创出一个很明确的高点了。然后呢，我们之前在这段上涨的时候，当时我们的价格上升 ，OBV 也随之上升，它并没有出现背离的情况。还有，你可以看我们在之前啊，最疯狂的这一轮上涨当中呢，我们的 OBV 啊，它也是一路的创出新的高点。然后呢，我们在之前的小牛啊，它也是走着非常相同的行情，比特币的价格上涨 ，OBV 也跟着上涨。那如果在更前面的话，那这个就，你可以发现它也是走了一样的行情，价格上涨 ，OBV 上涨。所以我们在一段好的多头当中呢，我们价格上涨的时候 ，OBV 它是一定要跟着上涨的。我们在过去几轮大的上涨当中呢，都是如此的，没有任何一次例外啊。至少我们从周线来看是这样子。但是在下跌过程当中呢，比如说，我们当时啊，在这段下跌，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一段哦，这一段也跌了不少哦。我们如果从最高点呢一直到最低点的话，它也是腰斩行情。不过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腰斩的过程呢，空头啊，它并没有非常非常明显、非常突出的这种量能出现，还好它就是缓缓的，所以其实走这种缓缓的量能呢，我们一样也可以下跌，或者说没有这种很突出的空头量能呢，它不能作为否认这波下跌的理由。那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波下跌，大家也不要小看这一波，我们从最高点呢一直到最低点呢，它也是一个腰斩行情，比腰斩多一点。你也可以发现呢，它并没有出现什么太大的空头量能的，还好，真的还好。那这里空头有爆出来，那我们就好判断。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量能暴力出现之前呢，我们这段的下跌它也是非常显著的。最高点呢到最低点呢，它也是腰斩的行情哦。你可以发现我们的量能呢，它也是走的比较缓，它是缓慢的释放，比较温和的这种，它并没有像后面这个暴力破。那暴力破的话，其实我们就比较好确认这波下跌的走势，但我们不能因为前面的没有量能，我们就否认这波下跌。其实我们当前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有出现暴力破的话，暴力下破，然后呢，我们出现了这种很大的空头的柱子，那我们就可以很好的辨别这波空头走势。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这种暴力的阴线呢，我们就否认我们这波下跌它走成趋势的可能性。好，那我们从日线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当前比较需要注意的几个点，就是我们可以打开一下 VPV 啊，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目前走的这波上涨，也就是从15500以来这波上涨，它确实也到了该调整的阶段了。那我们在上方也就是25000上方呢，它走的这个筹码区它都并没有出现这种非常非常夸张的筹码的真空。那不过我们在下方是有的，我们在25000一直到23000的这个地方呢，它完全是走真空的。所以如果我们价格呢下破了25000的话，我相信它会在非常非常短的时间内呢，就直接下破到23000的位置，这个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尤其我们当前呢，它不断的测试25000的支撑，越测试越底部了。我们等一下会在切小级别再看一次。那如果我们连23000的支撑都撑不住，那我们就会测试到我们21000到20000左右的这个支撑它下一次筹码出现比较密集的地方呢，就是换手在20000到21000的这个位置中间也是出现了一大段的真空量能真空区。那我相信这一段如果我们
通过的话呢，我们会走得非常非常的迅速。那这两个位置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至少是我们当前的25000下破之后非常有可能碰触的位置。那如果说连20000都撑不住的话呢，我们就要来看到前低点的支撑了，也就是大概在16000到15000左右的这个区间那如果可以来到这个区间的话，我相信我们前低呢就很有可能是不保了，因为我们中间这一段呢，它的距离是比较大，然后我们在上方如果我们又能来到15000到16000的这个区域呢，我们上方它走的这个时间会远远多于下方那我们就会非常非常非常危险我们就会创出比低点之前的前低点要更低的位置那这就非常可怕了。其实以当前的盘面来看我认为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危险呢，它其实体现在比较小的这种周期上面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4小时，我们从4小时打开来看呢，我们可以发现它已经测试了我们之前暴跌所来到的这个前低点非常非常多次的，而且是来回的很密集的。你可以看我们第一次来触碰的时候，25200插针一次，然后呢，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们已经测试了一模一样的位置5次了，而且很明确我们到后面呢，我们测试的密集的程度它有越来越频繁。我们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呢，它插出了很长的针，有一个很大的反弹，从25200就现在的位置一路弹到26500之后呢，它也有出现大小不等的反弹不过呢，我们最近的3次它越测试，它反弹的高度越低，而且实体的收盘价呢也越低。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实体收盘呢都在这种位置，不过我们后来呢越收越低，越收越低，越收越低，直到我们现在，如果我们收盘在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就会创出我们这段下跌以来收盘价最低的位置了。而且你可以看我们之前都还有小的反弹，那现在呢，哇，不装了，完全没有出现任何的反弹。我认为呢，为什么还没有出现暴跌？其实我们要来看一下多头的最后一块遮羞布。我认为多头呢，最后一块遮羞布它就是大概在$24750的地方，$24750。如果说这个地方它被跌破了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的暴跌呢，哇，那它就一定会产生一定会产生其实也就是我们前低的位置就是前期创出来的低点。那这个地方呢，它也可以帮我们标示最低限度的标识，我们整段的趋势$24750的地方，这个地方如果下破的话，我相信我们就迎来一波很大的暴跌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吧。以太坊呢，其实目前来说走得非常非常弱势甚至你可以看，我们从周线来看这条趋势线呢，它已经被下破了，它已经快被下破了。当然从周线来看，它并不是很清晰的。但如果我们把这个级别呢，比如说切小到4小时，那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已经下破了这个趋势线了。那当然，我相信，毕竟以太坊最终还是跟着比特币的嘛，所以比特币呢，所以以太坊它会不会爆破，其实还是跟随着比特币。比特币它会不会下破$24750的价位？那如果会的话呢，我相信以太坊它的跌幅呢，会比比特币要来的更深，因为你可以发现，很明显的，以太坊呢，它其实测试所产生的反弹呢是很弱的，是比比特币要来的更弱的。所以如果说做空的话，我相信以太坊呢会是一个比比特币更好的标的。那如果你也想参与这些交易机会的话呢，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立即赠送你$30。不好意思不是立即就会赠送你$30的现金，你是可以直接提币的，30 USDT 的现金可以提币走的。那9月底的时候会发放。那如果你想要立刻领取比特币免费的仓位的话呢，你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免费赠送你$1000价值的比特币合约仓位。你赢钱了，你可以提币走；输钱也没关系，因为这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非常感谢各位，加密货币行情具时效性。如果你不想错过下一个交易机会，请按下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加入 YouTube 最赚钱的比特币中文频道。